上就是你22岁生日了，5个未婚妻人选，想好了选谁吗？儿子，这是蓝城5大千金，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和他们的父母商量好了，在你22岁生日的时候啊，由你来选择他们其中一位作为联姻对象，未来你们将共同执掌2大家族。家人弟弟你好，我叫宋明洛。你好，我叫顾昭言。我想好了。我就知道，你从小啊跟在明洛身后跑，肯定是选他吧。不，我不选他。那你是要在喜欢你的清塘、一秋、若燕里边选？我也不选他。那就只剩下明一了。可是你们俩是死对头，你们怎么能？没错，我想娶的人就是心明。什么？赵野，你和明一从小就不对付。5岁的时候，你把他推下了泳池；10岁的时候，你在他的生日蛋糕里放了辣椒粉。15岁的时候，你把他珍藏的限量版手办扔进了垃圾桶。甚至啊，1年前你还说不想看到他，直接把他气出国了。现在怎么突然说要娶她？因为前世的我死在了我最爱的宋明洛和那3个最爱我的女人手里。你不想说呀，就算了。反正呢，我和你那5个阿姨啊已经约定好了，在你22岁生日的时候啊，在他们5家选一个千金当未婚妻。至于明一，我和你爸现在就出国，一定在你22岁生日宴的时候把他请回来。前世生日宴上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宋明洛，可没想到他却不惜假死脱身，更没想到抢走我未婚妻的人竟然是我资助的学生江明月。昭言，谁也没想到明洛的飞机会出事，你要想开些啊，这些天就在国外散散心吧。明洛他们2个亲了这么久，大家都应该亲肿了吧？明洛，他还活着了。明洛，恭喜你啊，终于可以和明远双宿双飞了。也恭喜你，终于可以摆脱顾昭言那个烦人精了。明远，你别担心，你就放心的在国外和明洛在一起。顾昭言那边啊，有我们3个缠着，他绝对找不到你的。谢谢我的3位姐姐。明远，你别担心，我们3个呀是真心实意的爱你，也是真心实意的祝福你。哼，恐怕也只有顾昭言那个傻子会以为我们真的喜欢他吧。你们怎么能？昭言，我们其实听我们解释。明洛姐，是我对不起大少爷，让我去和他聊聊吧。
大少爷，正如你所见，你的青梅们都为我倾心。我资助你读书生活，就是这么报答我的。那又如何呢？可怜的大少爷。大少爷，您要是生气的话，您就动手打我，可千万别怪明洛呀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啊！我的腿！明远，先送明远去医院。那顾朝言呢？是他先动的手，自己站不稳被车撞了，能怪谁？愣着干什么呀？快把你们车开过来呀！啊！原来在你们心里，我的死活竟然一文不值。晴了天，就剩下头长兵，一根走到底，最惨的风景，让月光追赶起后的心。心跳的红笔，画下了轨迹。我在。Crush， 当黑夜遇见黎明。Crush， 从人潮中奔向你。Baby falling my heart。赵岩。顾朝言，你快去死！你听见了吗？我们说好要为难彼此一辈子的，你快起来！你起来啊！如果泪满眼眶，等潮湿的风景留在回忆，人海飞腾在彼此。赵岩。别怕，原来是你。把残缺的影变成了心。Baby falling my heart， 瞬间热烈辉煌。明夜，当他们所有人都抛弃我时，只有你毫不犹豫地选择我，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。赵岩，这个钻石袖口和你很搭。赵岩，这一块手表可是限量款哦，送给你。这呀，是你最喜欢的大师作品，我托关系才买到的。赵岩，这瓶香水可是世界顶级大师的遗作，希望你闻到它的香味就能想起我。这几件礼物都价值连城，也都承载着前世的谎言。
明洛，再过几天就是大少爷22岁的生日了，他那么喜欢你，肯定会选择你。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了，而且你还是宋氏高高在上的继承人，而我只是一个需要别人资助才能上学的穷学生。这段时间的恋爱你就忘了吧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准你离开？而且就算他喜欢我，也只喜欢你。明月，你不用担心，如果他真的选择我，我会在婚礼前一天安排我的私人飞机失事，然后放下一切，带你离开。对，等你们私奔之后，我们2个再加上病房里面陪床的一秋，我们3个一起缠住顾昭言，绝对不会让他打扰你们的。你就安心的跟明洛双宿双飞吧，有我们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可是大少爷知道之后会伤心的。我们只在乎你，他的死活跟我们没关系。是，我的死活与他们无关。可惜上辈子的我明白的太晚了。少爷，少爷，您在这里干什么啊？扔垃圾。我帮您吧，您资助我上学，我做牛做马都会报答您的。不用。少爷，别客气啊。我说不用。不要客气。宁乐，救我！宁乐，不动！就算重来10000次，他们也还是会义无反顾地选择他。拍在我的身上，幸福像海底星空要抽象。这就是你口中的生理性洁癖，你口中的不近男色。为你自我催眠，自我捆绑，虚无的埋葬。明洛，明远，没事就好，我现在就你去医院。走，走。让心里的失望如此空旷。哎呀，糟了，昭爷他也不会游泳。昭爷，你没事吧？刚才情况太紧急了，我们把明远认成是你了，水太浑浊，我们看错了。看错了。少爷，要不我们先送你去医院吧？对，我们陪你去。究竟是为了陪我，还是要见江明远？放心，我不会死的，毕竟我还没结婚呢。那你生日宴会的时候会选谁呀？是明洛吗？对了，你说顾昭言要是不选明洛，选我们其中一个，我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反正我不会选他的。对了，今天顾昭言的状态看着有点不太对，为了防止他破坏明远的事儿，不如把他带去拍卖会安抚一下他。哎，我觉得行。以前他生气的时候啊，我们只要带他出去玩就能哄好了。不对啊，那还得带上一秋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顾昭言，很快就到你的生日宴了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但是我不喜欢你。
所以别选我。少爷，你别难过，他不喜欢你，不代表我们也不喜欢你啊。对啊，赵岩，我们3个都喜欢你，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说起来，当年谢明一出国后，就只剩下我们4个了。我也很好奇，你到底会选谁？你们4个，我谁都不懂。别急。现在拍卖会开始，第一件拍品是来自大洋彼岸的皇室钻石项链，起拍价1000万。林远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可是太贵了。5000万。恭喜宋总。第二件拍品，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深海珍珠，它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——海洋之泪，起拍价2000万。明洛，这太贵了，咱不拍了。5000万。5000万1次，5000万2次。赵野，有你喜欢的吗？我可以拍下来送给你啊。好啊，那就这颗海洋之泪吧。少爷，我最近公司里面遇到点危机，手上的现金没那么多。我今天出门着急，包里没装钱。我也是。再次恭喜宋总，接下来是本场最后一件压轴拍品，起拍价10万。春山烟赵岩，春山烟雨那幅画是历史也是个心血，可惜当年却一往无事啊！将来若有机会，老师恳求你将它修好。老师，您这画我一定给你找回来。如果能拍下这幅画，就能完成老师的遗愿。500万。明洛，这幅画好美啊！1000万。2000万。3000万。5000万。赵岩，这幅画我很喜欢，你退出吧。8000万。前世，但凡宋明洛提出的要求，我无一不去满足，可最后却落得那样的下场。林远，放心吧，他不会再为了这幅画出价的。点天灯，是点天灯，顾少爷选择了点天灯。顾昭言，你点天灯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，宋小姐觉得我顾家点不起这天灯吗？你今天的顾昭言怎么回事？以往不管我提出任何要求，他都会同意，哪怕是伤害他自己的事。明洛，要不然算了吧。没事，帮我。明洛，这是我的黑卡，给你，我马上让人送钱过来。放心，钱不是问题，乔家会承认。刚才3位不是说自家公司里没有现金？昭野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怎么能跟明洛作对呢？我们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，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欺负明洛吧？
对呀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，别把关系闹得太僵啊！我欺负他，为了我好。你们4家绑在一起也不配理。你当然，如果你们想为了他，为了这幅画跟我拼到倾家荡产，我奉陪。明乐，要不算了吧？对啊，明远，要不然我再帮你找找有没有其他类似的画。算了，明洛，我与这幅画有缘无分。恭喜顾少爷获得本次拍品。等等，我现在命令你，把这幅画给我。我要你把这幅画让给我。明洛，这是我专门挖的矿石，又整整刻了100天才刻好。只要有这块玉牌在，我可以满足你任何一个心愿。你要为了他用掉我们之间的约定？对。明远，这幅画现在归你了，去看看吧。好吧，谢谢你，明乐。等等，顾昭言，你是要失约吗？送给你玉牌的顾昭言早已死。你要干什么？少爷，这是明洛送给我的画，我还不能好好看看啊！你把画给我放下！价钱你随便开，5倍、10倍、20倍都可以。原来豪门少爷也会求人啊！不过，你诚心想要的话，那就跪下求我，我可以给你。我说了，钱不是问题。我也说了，跪下求我，否则……好，我跪。师母，你节哀。老师他在天上会为您祈福的。少爷啊，你老师啊，是你画的，哪怕就是在病着，也天天的把自己关在画室。总说想给世人多留一些念想，可到头来，他连的一幅画都没有。你说他怎么这么残忍呢？也不说给我留幅画，哪怕让我看看呢。这幅画不仅对我意义重大，对于师母来说，更是她活下去的希望。这现在可以还我了吧？
当然可以，不过不好意思啊，我手滑了。你找死！顾昭言，顾昭言，你把手放开！明洛，不怪大少爷，他跪下来求我，让我把花给他。我是想去扶他，让他不要跪我，结果不小心手滑，就把花表面上装的纯真善良，骨子里却嚣张跋扈到令人作呕。这样的人，也只有你们才会喜欢。一幅画而已，你至于这样一直计较吗？对啊，就一幅画而已，犯不上啊。那个，你先把人放了，后续我们再找画家给你画一幅。是啊，重新画一幅。你们知道这幅画的作者是谁吗？他是明洛。大少爷喜欢你，既然他看不惯我，那我就彻底消失算了。明远，你千万不要有事啊！明远，快叫救护车啊！大少爷，这条命我还给您了。2个破瓶子，还能出人命啊？闭嘴！顾昭言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？冷血吗？跟你学。你最好虔诚祈祷，要是明远有事，我要你偿命。宋小姐，我翻看江先生以前的就诊记录，发现他是熊猫血，但目前医院的血库里暂时没有，又担心江先生大出血。什么？我记得昭言不就是熊猫血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押到医院去。要押我去医院，就凭你们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怕你忘了，我身为顾家的大少爷，在兰城也是可以分的。妈，你们不在国内的时候，能不能把家族力量交给我？傻孩子，你是我们的儿子，是顾家唯一继承人，这一切当然是你的。明洛，要不你先去医院看看明远？是啊，你就别跟昭言置气了。是啊，还是明远重要。我们走着瞧。宋明洛，原来死心之后是真的不会痛。昭言，你千万别怪明洛啊，他刚才就是太着急了，他不是故意要跟你生气的。是啊，昭言，他不喜欢你，你还有我们呢。不如在你生日宴会上，你从我们3个人里面选一个。对呀，我们会对你好的。你们4个，我一个都不要。
昭言，你别说气话了，我们刚才那样都是为了帮你缓和和明洛之间的关系啊。要不然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去马场散散心。你不是最喜欢骑马了吗？前世记得有一次，他们3个死缠烂打让我去马场骑马，结果路上分散，又遇到一群疯马冲过来，我被挤下马背，被无数匹马踩踏而过，喝得全身骨折，勉强捡回一条命。我以为是机缘巧合，现在看来都是蓄谋已久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马场会有马匹失控，造成不可控的意外。我们都在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对啊，而且为了你的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找了专业的护工和医疗团队啊。前世我出意外后，他们3个都以公司有急事为由而离开，帮我找了护工。可那些所谓的护工笨手笨脚，旧伤没好，反而添了几处烫伤和淤青。现在看来，他们在为江明远出气。我不感兴趣，不只是骑马。顾少爷，我要是你，我就识趣点。明洛已经说了，如果你敢选择他，他就敢在婚礼现场当众给你戴绿帽子。好啊，那我拭目以待。生气什么？天天在那演戏，我都快恶心死我自己了。这样说来，他要是真选了我们怎么办？难道我们真的要嫁给他？他要是选我，我就召开记者发布会，说自己是个拉拉。那我就天天去夜总会，点10几、20几个男模，让他天天戴绿帽子。如果他选我，我就代表林家，在生日会当天宣布和他们顾家断绝关系，永不合作。张远，明姨呀，总算是答应了，明天会准时到场的。你确定要选明姨？我确定。好，你的生日宴我和你爸赶不回去了，我们等你的好消息。你又在和你妈说明天你要选我的事儿了。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顾昭言，我知道你在欲擒故纵，但是你这招对我来说没用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警告你，千万别选，否则明天我会让顾家在整个兰城都失去面子。好啊，那我等着。明天沦为笑柄的人，只有你。小姐，你明天真要回去？要回。可当初顾家那个少爷对你说那么多难听的话，你这次还要？顾昭言，这是我给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机会。今天就是顾家少爷22岁的生日宴了，听说顾少要在兰城5大家族中选出一位千金当他未婚妻呢。那还用想吗？肯定是宋小姐。整个兰城谁不知道顾少是宋小姐的舔狗呢？怎么没见正主啊？也没听说嘛。现在有传闻说，如果顾少选择宋小姐的话，那就……宋小姐居然真的把这个人给带来了，看来传闻是真的。她这么做跟打顾少脸有什么区别呢？
明洛，我还是走吧。这里的人好像不太欢迎我。不用搭理他们，你是我的探班，没有人敢欺负你，别担心。顾昭言，要么你现在就去换一身衣服，要么我亲自还来。真搞笑啊！你觉得你自己是这场宴会的主角？难道不是吗？所有人都知道你会选择我，而宋家和顾家作为兰城几大世家的翘楚，一旦联姻，将会改变整个兰城的局势。可以说，如果不是因为你要选我，大家根本就不会出席。你就这么确定我会选你？你们都听到顾少说什么了吧？这个答案，你们来亲自告诉他。昭言，你就别再欺骗自己了。是啊，如果你不选明洛，为什么要继续筹备这个生日宴呢？昭言，你就别嘴硬了。我赢了。顾先生，顾总和夫人定下的时间已经到了，请问您今天在4位千金当中要选择哪一位作为您的未婚妻呢？再等等。你什么意思？我都已经站在这儿了，你还要等谁？自然是等我。我选他，谢宁一。顾昭言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娶的人是谢宁一。天哪，顾少爷居然娶了谢小姐，他们两个不是从小就不对付吗？真是出乎意料。可我们所有人都认为顾少会选择宋小姐，就连宋小姐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所以你看呀，宋小姐脸色多难看。你疯了吗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。不可能，你明明什么？明明追了你20几年，明明非你不娶。宋明洛，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。少爷，别开玩笑了，我们都知道你喜欢的是明洛啊。对，你是在生明洛的气，对不对？我没开玩笑，我喜欢，并且想娶的人，本来就是谢明一。顾昭言，你知道的，你如果再骗我的话，后果我没骗你，林一，我想娶你。明洛，大少爷是不是生气了？都是我的错，我就不该来的。不是你的错，顾昭言，你非要这样羞辱我是吗？我没有想羞辱任何人，我只是在跟我的心爱之人表明心迹。难道他真的喜欢我？顾昭言，你别装，在场的人都知道你会选我，现在你却要选别人。他选择我，你有意见？
谢明一，你别得意，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他根本就不爱你。无所谓啊，联姻而已嘛，不需要爱情的。好了，既然昭妍已经做出了选择，那今天的仪式就到此为止。感谢各位的到来，宴会继续。大少爷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出现，您别因为我跟明洛姐生气。大少爷，您要是生气，就动手打我，没事的。只要您能消气，就算打死我，我也没有怨言。是吗？你疯了吗？明远，没事吧？一个大男人整天哭哭啼啼，丢不丢人？明洛，他真是疯了。我也觉得他不对劲，他怎么会抛弃你，选了那个谢明一呢？这应该是他的手段吧，想以退为进，逼你就范。原来如此。对了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顾昭言好像前2天说过，你们4个，我一个都不要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还以为他说的是气话呢，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顾昭言，明洛，大少爷有可能是被谢明一威胁了，不然他明明在国外，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谢明一从小就和顾昭言不对付，顾昭言是不可能让他当未婚妻的，一定是谢明一用了什么手段，我是不会让他们如愿的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回家。哦，我们谈谈吧。没什么好谈的，我这次会回来，是因为答应了叔叔阿姨，并不知道你到底想做什么。而且，如果你是想利用我去气宋明洛的话，那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没有，跟他没关系。我想娶你，是认真的。想娶我？你追了宋明洛20年，你现在和我说你想娶我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信不信不重要，但我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顾昭言，你是不是忘了我究竟为什么会出国呀？这个平安牌，昭言一定会喜欢的。雨光，等等我！啊，昭言，这个礼物，你烦不烦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以后不许再来找我。陪我。所以啊，那有什么好？等等。我知道，破镜难重圆，但我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重新找回你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终于看清楚谁更值得。我们说好要为难彼此一辈子的，
进来！赵烨，别怕，我来扶你。明天上午10点，谢氏公司见。不许迟到。明洛，喝水。不喝。明洛，你就别和顾昭言生气了。我说了，我不喝。明远，我不是在和你生气，你先去休息吧。你们查到这些年谢明一在国外的底细了吗？还没有。不过真的要让顾昭言和谢明一联姻的话，那顾氏集团这块肥肉可就彻底跟我们没关系了呀。明洛，我不相信那么爱你的顾昭言能说不爱就不爱。明洛，要不你亲自去当顾家？顾昭言，我绝对不会放。阿姨，想必昭言生日宴的事情你也听说了。我今天来拜访您，就是想来问问他怎么会突然间选择谢明一的。我跟昭言从小一起长大，虽然之间发生了一点小误会，但是他再怎么样也不能选择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呢。明洛，你也知道，我和昭言的父亲从来不干涉他的任何决定。况且，你们的婚事是从小就定好了，他可以在你们5人中任选一个。可是，来，先别急嘛，这样，我把昭言喊下来。昭言，明洛来了，你下来见见他。不见。阿姨，这份合同是我妈让我拿给您的。明洛，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昭言知道你爱吃大闸蟹，专门开车去湖里捕的。谢谢阿姨。等下次吧。好。妈，吃明洛。以往他只是听到我的声音就会不管不顾的飞奔而来，怎么这次？那我先挂了。等下妈，我送点东西下去。好。夫人，宋小姐，这是大少爷让我给您的，说是您早些年送给他的礼物，他说让您拿回去，如果不想拿的话，就直接扔掉。顾昭言呢？大少爷说他不想见你。顾昭言，你就一定要这样羞辱我？羞辱你？我怎么记得是你专门和昭言说让他别选你？我送客。送客。妈。宋明洛对我说的那些话，您都知道了。来，坐。傻孩子，妈怎么能不知道呢？这些年呀，要不是你一直爱着他，我……算了。对了，你和明一接触了吗？误会解开了吗？当初我做了那么多畜生不如的事，很难让明一释怀。不过妈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我都会加倍对他好，总有一天他能解开心结。孩子，你能这么想啊，妈就放心了。孩子，你记住了，
你是顾家长子，以后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天塔有顾家撑着。谢谢妈。如果还想见到你最爱的人，就来星河会。雨夜。谢总，公司高管都已经到了，在会议室等您了。现在几点了10点10分。顾昭言，是你食言。对了，谢总，刚刚顾家的车开到了楼下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没几分钟就开走了。开走？那辆车去了哪儿？给我查。是。雨夜，姓名。谢明一在。你好，你找谁？明诺，别在这里，人会不会太多了？如果大少爷看到我们这样，他会生气的。他选谢明一的时候，怎么没有考虑过我会不会生气？原来是他，幸好是他。看够了，你跟踪我。手下败将。我们走吧。你就任由他这么欺负你吗？我要不要我帮你出气？这个疯子！我的女人，你有什么资格打？顾昭言，你确定要为了他跟我决裂吗？生气了，是因为宋明洛？赵燕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为什么选我？如果你只是想气宋明洛的话，那你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了，所以还请顾少爷不要再拿我当你的妻子。如果还想见到你最爱的人，就来星河会所。我以为我选了你，他们肯定会做不利于你的事，所以我才过来的。谁爱的人？但是刚才我发现是宋明洛的时候，我就猜到应该是江明远给我发的信息，所以我就准备离开了。明一，你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什么妻子，我选择你是因为我喜欢你。谢明一啊，谢明一，你这个恋爱脑，他说几句花言巧语你就心软了？所以刚刚你是在吃醋？你别惹我。
하늘이 내려준 홀로선 세상 속에 그댈 지켜 지울게요 어느 날 문득 소나기처럼 내린 그댈 심한 明远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被泼了吗？是不是顾昭言？不是，是大少爷身边那个谢明一，他肯定是想帮大少爷出气。好了，只是红酒而已，又不是硫酸，哭哭啼啼的干什么？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你先去收拾一下自己吧。顾昭言，我一定会亲手毁了你，一定会。怎么样，查到什么了？还没。这2天我们几家都派人去调查了谢明一这几年在海外的情况，可是无论我们怎么查，都查不到谢明一在海外的背景。现在唯一能查到的就是他和国际上几个顶级的财团都有深度的合作。什么？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实力？明明当年他也只是一个被顾昭言从小欺负到大的千金小姐而已。明洛，或许我们从未真正的了解过他。对了，你不是去顾家了吗？那边什么情况？我只是见到了柳红，而且他跟顾昭言态度一样强硬。我想，这条船上的人该动一动了。明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顾家不是盯着城北的那块地吗？3天之后，我要让顾家失去一切。可我听说顾家已经做了有关那块地的策划案，据说无懈可击，我们未必……那份策划案可不属于顾家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如果我偏要呢？你要是下次还敢这样，我肯定不会放过你。你可舍不得对我动手？赵爷，赵爷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！来人啊！主任，赵岩他到底怎么样了？谢小姐，顾先生没有生命危险，但他的身体很虚弱。我查过了，最近一段时间，顾先生接二连三的出现意外，就算再好的身体也经不住这么折腾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上个月顾先生骑行遭遇车祸，2周前他又意外从楼梯跌落，还有几天前他又掉进了泳池里。谢小姐，您还是对他上点心吧。宋明洛，你们平时就是这样照顾顾昭言的？谢谢主任，以后我不会让他再遇到任何危险。明洛，为什么？明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明一，别走，明一，别走，别走。昭言，你没事吧？多大个人了，骑个单车还能摔成这样？抱歉，明洛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明洛，我肚子不舒服，你能来照顾我一下吗？我公司有急事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。明洛，昭言，我今天刚好要出差，不过你别担心啊，我已经给你找好护工了，我回来给你带礼物哈。我本来是要照顾你，但是我姥舅去世了，对不住了，走了。我家里煤气罐没关，等忙完我就回来啊。
顾朝言，最爱你的人就在身边，你上辈子可真是瞎了眼。你别自作多情，我就是履行我们婚约之间我照顾你的义务而已。我知道，我只不过是做了个美梦，梦到所有人都抛弃了我。你脑子坏掉了？这算什么美梦？可唯独你没有。笨蛋！赵野，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是意外吗？我说不是，你信吗？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，那些欺负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那等你查到证据后，可不可以先交给我？都现在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为他们着想？如果不是顾家最近要拿下一块新的地，你觉得他们会像脑残粉一样天天围着你转吗？明一，你错了，恰恰相反，我不是为他们着想，而是我要亲手毁掉他们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宋家和另外三家都在盯着顾家即将签订的新地皮，而且他们会不择手段地抢走竞标的策划书。那你3天后就是签约会，我打算将计就计，把策划书上出去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反正等你查到证据后，得先把它交给我。我明白了。时间也不早了吧？阿姨应该马上就过来了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情电话联系我。前世，宋明洛为了给江明远造势，把我辛苦几个月做出的策划书骗走，送给了江明远，让他在签约会上一鸣惊人。这一世，我会让江明远亲手把你们所有人推下深渊。儿子，你好端端的，这怎么还生病了呢？找你医生怎么样？要不要我帮你安排出国治疗？爸妈，没事儿。啊，对了爸，关于3天后的签约会，策划方案我来负责，你好好休息。对了，这个策划案，我觉得可以让江明远试一试。确定？当然，毕竟他不是一直以顾家人自居吗？照片里的这个人，明天早上7点会骑车在横江路经过。我们需要你制造一场意外，但千万别闹出人命。对，我们需要他一段时间下不了床。事成之后，我们给你300万。可他要是没有出现，放心吧，我们保证他会出现的。谢总，我们找到了这个司机，用了一些手段让他主动交代。这段视频也是他为了防止那些人过河拆桥，现场挨更拍的。这帮蛇蝎毒妇，他们怎么约的赵燕去起刑？是苏明洛提前约的。还有其他的吗？这是江明远伪造学历的证书原件，以及他盗用顾家资源中饱私囊的转账证明，还有一段他私下羞辱宋明洛的录音。看来是江明远对宋明洛
也不过是利润而已。有趣，也真是可笑。我们还有一段是江明远和宋明洛在酒店偷拍的视频。很好，把这些资料还有视频全部交给顾昭言。是。资料都收到了吗？在看呢。那我们顾大少爷可千万别让人失望。2天之后，我还等着看好戏呢。植入完成。宋明洛，如果你像前世一样的作为，那么签约大会就是你的默认。待会儿我会想办法帮你支开赵岩，你一定要把他手里的资料拷贝下来，签约会上我让你一鸣惊人。我不在乎名利，我只想帮你。大少爷，您在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非要跟你报备吗？不是啊，我……昭言，我们谈谈吧。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？就算你选择了谢明一，但我们之间毕竟有20年的羁绊，我想跟你好好结束。宋明洛，用感情当幌子，你真恶心。好啊，聊聊吧。不是他生日，不是他母亲生日，难道是明洛？你到底想跟我聊什么？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你真的爱上谢明一了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可是你们之间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跟江明远都能有结果，我跟明一门当户对，怎么不能？可是你考虑过我吗？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我，可是最后你却选择了谢明一。我为什么要考虑你呢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顾昭言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，不会等着你来求。明洛，鱼儿上钩喽！大少爷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我又抢你风头了。明洛为了今天这场签约会，专门从国外找了顶级的设计师，为我量身定做了这身衣服。哦，这胸针是青堂姐送的，这腕表是若燕姐买的，就连这皮鞋也是忆秋姐特意准备的。哦，他们送的东西我都当垃圾丢掉了。你，顾昭言，你不会以为和谢冰一联姻就能踩到我们4大家族的头上了吧？为什么不能？
我谢家与顾家本就是几大家族之首，如今顾家又拿下了城北地皮，企业实力更上一层楼。今后你们几家只能望其项背。话别说得太满。就是，地皮还未公布，未必能落到顾家的手里。来，按着我坐。阿姨好。还叫阿姨呢，提前改口也行，装着红包呢。明洛，别担心，他们高兴不了多久，待会儿我会让他们哭都哭不出来。下面我宣布，城北地皮签约会正式开始。本次签约会主要是审核顾氏集团对城北的开发建设，所有程序公开透明，面向社会大众。现在，请顾氏集团总裁上台。来了。等等，既然是公开透明的签约会，那么其他家应该也有竞标的资格吧？的确可以，宋小姐也打算参加。没错，我宋家也要竞标。什么？这向来与顾家只穿同一条裤子的宋家也要下场竞争啦？上次宋小姐可是丢了面子，估计两家已经决裂了吧？顾家在城北地皮上投入了不少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一旦出现意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绫洛，你真要和我顾家争？刘总，好像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我宋家不能竞标。宋家从来没有涉及过地产方面，你这是在胡闹。就是因为没有试过，所以才要试试。你。江明远先生就是我们宋家的代表，下面请他公示一下我们宋家对于城北地区的开发实力。儿子，这江明远不是你资助的贫困生吗？他怎么会去帮宋家？妈，别激动，好戏还在后面。是呢，阿姨，你就等着瞧吧。各位，接下来我给大家过目我和宋总这几个月来做出的城北项目规划书。由于城北的特殊性，所以我们首先规划了生态公园。儿子，这策划书不是你的吗？江明远，你是什么时候偷走我的策划书的？真是可笑。顾总有什么证据说明远偷了你的策划书啊？宋总这么激动做什么？跟维护自己情人似的。你少胡说了。明远出身微寒，他都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，我只是拿他当弟弟而已。哦，这么说，你们是清白的？当然，我跟他自然是清清白白的。我替他说话，不过是看不惯有的人借助豪门权势去欺压他人而已。没想到这顾少爷竟然是嫉妒人家，毕竟自己喜欢的人被人家抢走，肯定心里难受啊。如果是偷盗，那就请拿出证据。没有证据的话，我们支持江先生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当然，我也从来没有忘记顾家对我学业的支持。但策划书真的是我和宋总费尽心思做出来的。你们欺人太甚！我们没有欺人，是你无法接受自己资助的学生比你优秀，你就是在嫉妒。对啊，而且这份策划书我们可以作证。是啊，我们亲眼看着江明远完成的策划案。昭言，你不能因为激动明远就弃人家的种种成果呀。顾昭言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我要是你，现在就主动退出竞标。凭什么要求我们退出竞标？宋明洛，就算是你能拿下项目，据我所知，宋家大多数都是固定资产，
恐怕还吃不下这块地吧。这些就不劳您费心了。我林家，我唐家，我乔家，愿意出资宋家。你们，阿姨，您别生气嘛，这只不过是生意合作而已。对啊，我们也没理由拒绝。妈，不用跟他们废话，成败与否还没下定论呢。不知死活，顾昭言，我等着你们顾家对面。明远，继续播放我们利用建模技术制作的城北开发视频。厉害啊！这么严谨的规划，看来这一次宋家是做足了准备啊。3、2、1。这是什么？怎么这视频内容怎么变了？大规模致人，明天早上7点，会骑车在很当路经过，我们先让你知道你意外，先让你帮对。我们需要这个人一段时间下冷床，之后呢，我们给你分了。可他要是没有自信，放心吧，我们保证。这什么呀？关掉，快关掉！快关了！夏明，你怎么能播放这种东西来污蔑我们呢？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顾家少爷骑行时遇到了车祸，难不成是他们算计的？非毒妇人心，这些人真可谓是蛇蝎毒妇啊！这算不算蓄意谋杀？不是的，这个视频是假的。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我检查过视频，里面根本没有这些东西。快关掉！着急关掉，是做贼心虚吗？你胡说八道！这里面是什么？我根本都不知道。这是他们3个谋害昭言的证据。不过我真的很好奇啊，江明远，为什么这些视频会出现在你的 U 盘里？难道你也是参与者呀？怎么可能？我当然不是。先前说江明远偷了昭言的策划书，你要我们拿出证据，那这就是证据。所以现在就是，要么是你偷了策划书，要么就是你参与谋害了昭言。米洛，这个视频很有可能是合成的，是有人要陷害明远。啊，对，柳阿姨，也有人要陷害我们。是啊，我们都爱昭言，这是兰城人尽皆知的事啊。是谢明义，他回国之后一切都变了，他是为了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之间的关系还用得人挑拨吗？关于我儿子的事情，我会一一彻查清楚。到时不要怪我顾家不走情面。阿姨，既然他们3个都觉得自己被冤枉了，不如我们把这个肇事的司机找来，当面对质。那人呢？已经安排出国了，他们肯定找不到。这件事情还真是很巧，我谢家与国外的几大财团皆有深交，早些时候我就派人去查了，今天日落前一定有结果。谢小姐，这里是签约会，不是破案会。视频内容的真假并不重要，也跟今天的主题无关。主持人，我方策划案已经公布完毕了，也该让对手上台。宋总这么着急结束，是怕这视频后面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按照签约会的规定，策划方案的视频完整内容必须向所有人公示。看来宋家是打算中途复出啊。后面还有其他东西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段视频我都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。应该是顾昭爷搞的鬼。那我们还继续吗？继续。他总是这么自以为是。昭言，你这视频后面还有准备什么别的吗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各位，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解有关城北的规划。接下来展示的是我们精心为城北居民准备的康养中心。顾昭言住院，已
们一个两个都不去医院照顾一下吗？天天在他面前演戏，我都开始恶心我自己了。对呀，明罗姐，反正他又死不了，让他自己待着呗。不过呀，这次计划能成功，多亏明洛姐出手，一个电话就让顾昭言出门骑行了。这些话出去可不要乱说。还有，你们不在医院，记得找几个好护工照顾一下他，记得要确保他在医院里多待一段时间，好好恢复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人好好照顾他。宋明洛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这段视频是假的，假的！我已经调查过，昭言住院的时候，你们给他请的护工是全院口碑最差的，并且多次加重了昭言的伤口恶化。本来按照医院的评估，昭言明明1个月就可以出院，结果硬生生往后延了10多天。这一切医院全都记录在案，难道这也是假的吗？护工的问题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而且当时我们也是被骗了。对，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那么爱昭言，我们巴不得亲自去照顾他呢。谢明义，你别拿这些假视频来污蔑我们。宋明洛，你之所以让我在医院多待了那么多天，是不是因为你要跟你的情夫多一些私会的时间啊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宋小姐和几位千金与顾家少爷可都是有婚约在身的啊。那这样的话，算不算是出轨啊？当然算，而且对于他们这种家族来说，这可是很大的丑闻啊。这个顾昭言什么时候变这么聪明，居然想用舆论的压力给我施压？昭言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知道我们有婚约在身，所以我也从来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儿。至于你说我跟明远之间，那完全是你误会了。我也只是以你准未婚妻的身份替你照顾你这个弟弟而已，从来没有别的心思。大少爷，您真的误会我和明洛了，我们就是正常的姐弟关系啊。他不过是因为您因为学业上的事不让我吃饭，觉得我可怜，所以多关心了我一些，但我们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什么？这顾少爷竟然还体罚人家呀？今天我帮助明洛，也只是想报恩。当然，您对我的恩情，我也不曾忘记。若有来世，明远为您当牛做马。好一个金帝，好一个报恩呐！那我想问你，你所谓的他多关心你一点点，是这么关心的吗？到底是亲弟弟还是情弟弟，你心知肚明。哎呀，这什么情况呀？这是，这视频中的不是宋小姐吗？看着身影好像啊。宋小姐不是把他当弟弟吗？这分明是当的潘金莲啊！那不是我。顾昭言，你真是为了毁了我无所不用其极，是不是你给出的主意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宋明洛，你当真以为你做的那些事情一点儿都查不到吗？做什么了？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明洛姐，大少爷今晚不是约你吃饭吗？你不回去啊？谁要跟他吃饭呀？还有，今天晚上别叫我姐，叫我宝贝。在我们相识20周年那天，我精心为你准备了晚餐，而你却在跟这个男人在酒店厮混。不是，宋明洛，那时候你还是我儿子的准未婚妻，这件事情我会找你宋家要个说法。你凭什么打我？
我与你母亲深交30年，宋家最早更是书香门第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不知廉耻、毫无底线的后代？我今天打你，是替你妈来教你。哼，宋明洛，你还真是为宋家丢人。现在铁证如山，你是还想狡辩吗？你说这视频是假的，可以。那要不我们把酒店的工作人员叫过来，调查一下记录，你敢不敢？明洛，我真不知道这视频是怎么流传出去的，不怪我。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干什么？行了，江明远都已经承认了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是，视频里的人是我。我生于豪门，身不由己。从我3岁的时候就被告知我已经有了婚约。为了家族的长远发展，我无法拒绝，我也不能拒绝。从头到尾，没有一个人问过我的意见，是不是愿意，是不是喜欢？因为我的意见根本就不重要。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不仅不喜欢他，我还特别讨厌他，因为就是他毁了我的人生。可是自从我遇到了明远，他不是出生在一个显赫的世家，可是他却拥有异于常人的努力。自从得到了顾家的资助后，寒窗苦读，如今已经上了清北大学的硕士。也是只有这样的人，才配得上我宋明洛的喜欢。好一招以退为进。不过啊，你也别把自己塑造的那么可怜嘛。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可以问清堂他们3个，谁不是这样？对，我们和明洛是一样的。其实我也不喜欢顾昭言，只是家族相逼。我能理解明洛姐，她有勇于和家族反抗的勇气。我们从小与昭言立下婚约是真，牵扯家族利益也是真。可是你们别忘了，柳阿姨每隔3年就会主动询问我们的意见。这期间，如果有人喜欢上了别人或者厌恶昭言，可以立马提出来，取消婚。可以立马提出来，取消婚。可为什么20年过去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取消婚？因为你们想享受与顾家联姻带来的商业便利。20年前，兰城的一流世家只有顾家，而现在20年过去了，你们几位的家族全都因为顾家跻身上层，恐怕现在更舍不得离开顾家这棵大树了。你少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只不过宋明洛，我真的很想问问你以为你这么宠爱的江明远，真的也深爱你吗？明远，我今天既然把一切都挑破，就不在乎所谓的后果，哪怕是与兰城的所有世家为敌，哪怕被宋家逐出家门吗？对，明远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。你呢？我当然愿意，只要你不嫌弃我。你看到了吗，顾昭言，我跟江明远才是真爱。好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宋明洛，看在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别怪我瞒着你。你最好睁开眼睛，好好看看这视频。你深爱的这个江明远，在背后又是如何议论你的？明洛，我头突然有点疼，我们先回去好好休息吧。让开！
不，明洛，你答应我，不会生气的。这视频都是假的，是他们故意挑拨我们的关系。江少，咱们可是好久没见了，今天宋小姐没缠着你啊？别跟我提那个蠢女人，天天陪着她，我都快腻死了。明洛，这视频是假的，这里面的人根本不是我，是他们伪造的。啊？你的策划书里怎么会有我们伪造的视频？还是说你承认了，这个策划书就是你偷的招妍的？是我偷的。所以这些视频就是你们故意对我栽赃陷害。大家都听到了，他承认了这是他偷的，所以我建议取消宋家的资格。没想到这人竟是个小偷啊！就这还是人家顾少爷资助的学生，真是个白眼狼。抢了人家的未婚妻，还偷走了人家的策划书，还想倒打一耙，人渣！明远，你胡说什么？明洛，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污蔑，我自己可以背负下所有的罪名，但唯独不能让你误会我。难道我真的误会明远了？明远，赵爷，你看，还真是个演技派呢。都这种时候了，还能立这种深情人设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我什么意思啊？这视频没放完呢，要不让我们大家把它看完呢？来，喝酒。江少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你老奶奶？等他对我彻底失去价值。宋明洛现在是我抗衡顾家的唯一手段，而且没有他，我怎么给你们买礼物？来，你的，这是用宋明洛的钱买的，真品送给了你们，我找人做了赝品给宋明洛。这个蠢货，还以为我真的会爱呢。下个月，他会给我买辆跑车，到时候我带着你们去兜风。谢谢江少。明远，所以我这个老女什么时候对你失去价值？明洛，你听我解释，这视频真的是假的。我这么爱你，我怎么可能会对你做这样的事情呢？我问你，我这个手镯是真是假？回答我！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的宾客里面好像有一位珠宝鉴定大师，请他验一验不就完了？万老师，辛苦你。宋小姐你好，我是玉石鉴定专家万林，介意我帮你看看这只玉镯吗？明洛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是被人骗了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。江明，我告诉你，我能给你一切，我也能拿回一切，甚至我能让你万劫不复。少爷，你看，现在不演深情人设了。没想到我们的宋大小姐也会遇人不淑呢。你们满意了吧？我宋明洛成为了今天蓝城最大的笑话。宋明洛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是你在算计我，凭什么？就因为我比你优秀，就因为我得到了明洛的爱，你就这么对付我？顾朝言，你就仗着自己有权有势，就这么欺负我们这些贫苦出身的孩子？贫苦的一身名。对呀，他身上的礼服不是国外设计师的限定款吗？听说啊，比大牌还要贵上好几倍呢。还有他的手表，
是卡地亚的蓝气球系列吧？明明身穿一身大牌，却说自己出身贫苦。这些都是明洛送我的礼物。与其说是礼物，不如说是你当小三儿得来的战利品吧。你少和顾少爷一起污蔑我！这就是明洛送给我的礼物，而且我已经明确表示过我不想要了，是他们一直要送给我的。明远，看看，喜欢吗？你马上就要去读研了，这是送你的礼物。谢谢你啊，明洛。怎么，不喜欢吗？那倒不是，只是前几天我看大少爷过生日，他还收到了卡地亚的限量款手表。啊，我是想着你刚到一个新环境，如果太过招摇的话会……明洛，我知道的，明洛。我出身贫寒，跟大少爷没办法比的。别这么说，你比他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明远，我会给你买一块比他的那块更好的手表。谢谢你，明洛。我说了，这些衣服我不喜欢。江先生，这些衣服都是限定款的。以后叫我江少爷。是，江少爷。怎么，谁让你不开心了吗？没有，明洛，我只是觉得我穿这些衣服都配不上你。那你喜欢什么？我带你去买。我觉得大少爷的衣服就很好看，可我哪有资格？去，给他准备一身一模一样的衣服。是。谢谢明洛。难道我真的从不了解江明远？明洛，你要相信我呀！这些都是顾朝言的手段，他嫉妒我们。就这视频，我自己也可以。够了，还嫌不够丢。恭喜你，你们赢了，我成为了今天最大的笑话。看来某些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风水轮流转，记住，我谢明一是昭妍的未婚妻，以后可别自己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去找他。我们走着瞧。明洛，等等我！嘿，畜生！畜生！我看这东西连畜生都不如。小子，以后我见你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滚！赵妍，解气吗？少爷，我们其实什么其实？没看见我们在说话吗？你们三个现在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，比宋明洛更丑。谢明一，你到底给张妍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少爷，你听我们解释。够了！真以为你们三家作为我儿子未婚妻之一委屈了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三家能有今天的发展，你们能有资格站在这里，全是仰仗我顾家准儿媳的身份。某些人总觉得自己特别有本事。我宣布，顾家今日将终止与唐家、林家、乔家所有合作。刘阿姨，我承认你们顾家家大势大，可是我们林家也不是什么软柿子。没错，同时和我们三家撕破脸皮，未免太冒失了吧？啊，看来他们还没意识到问题所在。妈真是瞎了眼了，给你选了他们三个。不过你马上就要成为顾家的家主了，怎么处置他们三个，今天你说了算。昭妍，
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你千万别意气用事。放心，对付你们三家，还算不上意气用事。刚才我妈的表达不太准确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顾家将封杀林、敖、乔三家。少爷，我看你算了吧。封杀我们三家，就凭顾家。今日起，我衡阳牧产将终止与你们三家合作。赵姐，我们可是深度合作方，您不能终止合作。还有我太和水业也会终止与他们三家的一切合作。还有我，李总、马总，我们是哪里做的不对吗？林清堂，你在乱搞什么？为什么好多家供货商同时取消了和我们的合作？唐若燕，唐阳又被你害死了！真是胆大包天，居然敢得罪你刘阿姨！告诉你，你要是不能求得你刘阿姨的原谅，你就别回家了。刘阿姨，我们错了，你看在我们两家是世交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们一次吧。对啊，刘阿姨，我真不是有意害昭妍的，都是宋明洛蛊惑我们。阿姨，您从小看着我长大了，求您原谅我吧，要不然我爸妈真不让我回家了呀。你们要求得原谅的人不是我。啊，昭妍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是啊，昭妍，我们发誓以后绝对和宋明洛划清界限。昭妍，其实我内心还是喜欢你的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当着我的面勾引我男人，我腻歪了你。明义，没必要跟这帮烂人意气用事。你们想求我，求我给你们一个机会。只要你肯给我们机会，你让我们做什么事情，我们都愿意。对。如果你们能把它恢复到原状，我就原谅你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新堂姐，看来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宋明洛了。对，我们绝对不能坐以待毙。明洛，明洛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为了你不惜与顾家决裂，甚至为了给你造势筹备谋划了今天这场大事。可你呢？你让我成为了一个笑话，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。明洛，我真的可以解释的。你是想说这些视频都是假的，是不是？不，视频是真的，但我是有理由的。我想加入惊鸿芯片实验室，但你也知道。顾家在芯片制造产业一直有所建树，顾昭妍只要一句话，就能让实验室一半的人投出反对票。视频里的那两个人，其实是实验室的学姐，我只能求着他们，让他们给我投票。你是说，你的那篇科研论文通过了惊鸿实验室的筛选？对，我知道你一直想和顾家竞争芯片产业。我这么做，真的只是想帮你。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的。倪远，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放弃了门当户对的青梅竹马，从而选择了你吗？那是因为我看中了你的潜力。顾家每年投资的学生有上百人，可是你却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这个位置。你的那篇论文我看过了，很优秀。我也曾经试想，如果你和顾昭妍互换身份的话，说不定你会带领顾家走上一个绝无仅有的高度。但是，如果要是让我知道你骗我的话，后果
自负。米洛，救救我们，我们只能靠你了。顾昭言真的要代表顾家封杀你们3家？是啊，明洛，我们的父母都下达了死命令，若是不能求得顾家的原谅，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明洛姐，顾昭言他根本不听我们的，只有你出面了。算我们求你了。谁能保证顾昭言现在还能听我的话？而且，就算听了，那下次你们3家难道一辈子都要活在被顾家支配的阴影中吗？明洛，你的意思是，既然顾家要战，那我们就跟他战。我还不信，我们4家联合在一起，还战不过他们2家了。今天宴会上，各位老板会响应顾家的号召，说不定是因为顾家和谢家已经绑定在一起了。谢家这几年的重心一直在国外，刚刚回国，不管是恢复商业运作，还是进行投资，都需要大量的资金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拿谢家开刀。继续。这样做，一来可以分散顾家的注意力，二来我可以帮明洛拿到金鸿芯片实验室的合同，这可是国家重点扶持项目，一旦拿下，宋家的实力将会再上一个台阶。明洛，我觉得明远说的有道理。对，我们愿意冒险。我这就回家游说父母，晚些时候我们一起出来证明。顾昭言，这次我就要顾家灭亡。顾大少爷，解期了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接下来啊，我只想考虑我们之间的事。怎么，利用完我了，又想把我赶出国？原来某些人的心里还在恨我。我为什么不恨你？谢总，你这大晚上的干嘛呢？谢总，刚刚收到消息，宋林、乔唐4家正在联合银行准备冻结我们谢家的流动资金。什么？银行会填他们4家的？我们谢总这些年重心一直在国外，再加上由宋家带头施压，所以那谢家需要多少资金才能渡过难关？起码要30亿，否则资金一旦冻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马上抛售国外的债券，毁掉资金。可是他们4家把对谢家制裁的消息传播到了国外，我们现在选择抛售债券的话，至少要亏损50%。那又如何？这场商战，我只要赢，不计任何后果。是。别这么悲观，林烨，我顾家名下还有3处矿产，随时都可以变现。你知道，如果你真的这么做，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从明天起，外界所有人都会认为谢家和顾家彻底绑在了一起。如果你只是为了气宋明洛，其实没必要做到这样。明烨，当你收到信息义无反顾的回国时，我就已经发过誓，这辈子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不会让你输。对谢家的清算开始。谢明一那个贱人，趾高气扬的样子，真的很惹人厌。
明洛看着好像很担心啊。明洛，对谢家的清算我们可以暗中进行，这样提前大张旗鼓的放出消息，你是在想让大少爷向你低头吗？对不起，明洛，我不该乱想的。顾昭言，如果你真的喜欢谢明义，谢家遭受这种危机，不相信你会无动于衷。坏了！就在5分钟以前，摩西财团突然宣布向谢家注资了50个亿。什么？而且什么？而且这笔资金还是从顾家渠道转入的。给我查，顾昭言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在短短1夜，居然凑齐了50亿的现金。好。顾昭言变现了顾氏集团的3条矿脉。一夜之间，我们4大家族对谢家的商业围剿变成了笑话。这3条矿脉是顾家留给顾昭言的彩礼。3年前，顾氏集团遭遇危机，都没有卖掉。这个顾昭言到底在搞什么鬼？明洛。恭喜谢总啊，一夜之间彻底在国内商圈立足。我才知道，那3条矿脉是叔叔阿姨留给你的后路，所以为什么？自你回国后，我就成为了你的退路。你能为了我放弃一切，我当然也可以。以前怎么没见你嘴这么甜？嘴甜不甜，尝尝才知道。顾昭言，你究竟想要干？宋明洛，我顾家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闯进来的地方。我闯了又能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你以为这个女人她真的爱你吗？她不过是看中你们顾家而已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好像告诉过你，不要再来勾引我老公。你以为你们拿到资金就了不起了？我告诉你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顾昭言，你会有求我的那天的。明洛，没吓到你吧？你更吓人。冰玉，没事吧？你笨蛋！你给我推开不就好了？我看看你的伤。我一个大男人，这点小伤不算是吧？江远，来人，把他这2条胳膊给我处理掉。明洛，明洛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明洛，求求我，你帮帮我！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。明洛，明洛，明洛！张岩，我们去看医生。干嘛？走了呀？明姨，有你真好。顾昭言，你会求我的，你会回到我身边的。医生说这几天不能洗澡。谁让你非要英雄救美的？萧炎，你快看，谁来看你了？
叶教授，您回来了。赵岩，别来无恙啊。叶教授，赵岩，这位难道就是号称大夏芯片领域第一人的叶惊天叶老？小姑娘，估计过不了多久，这大夏芯片领域第一人的称号要转给赵岩了。对了，赵岩，当初我离开的时候，不是推荐你拿着惊鸿 2.0 芯片的论文去加入实验室吗？你为什么没有去？你那篇论文我看了，你在芯片行业将会大有可为啊！如果没有叶老的指导，我也写不出这篇论文。你太谦虚了，希望咱们可以一起为祖国的芯片行业做出贡献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啊。没事。喂，老伴儿啊。张岩，我听说你手里有篇论文，你也想要学习一下，你发给我。明洛，这篇论文是我倾注了1年的心血才。就是一篇论文嘛，又不是要了你的命。你们俩才刚刚接触，不愿意就算了。哎，别生气。行，我马上发给你。明洛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明远考上了清北大学的研究生，我带他去旅行一下。不说那些了，您这次回来是？叶老要接手惊鸿实验室。真的？没错，我刚回来，对接的事儿还比较多。等忙完以后啊，就跟顾家签订合作协议，以后惊鸿实验室产的芯片全都由顾家来销售。多谢叶老。赵岩，刚才叶老说你没有加入实验室，为什么？是因为江明远吗？当初宋明洛从我手里拿走了论文，江明远照抄之后考入了清北。那顾大少爷，你就这么忍了？不，本来我是打算立马挑破这件事，可后来我发现他在入学后还做了其他的事，现在我才刚刚拿到证据，过几天我就要让他身败名裂。明洛，搞定了！惊鸿实验室给我们发了邀请函，只要宋家这回能拿下惊鸿芯片的代理商名额，一个小小的顾家不足为惧。太好了，顾昭言，我会让你知道，谢明一根本没资格跟我相提并论。谢总、顾总，刚查到唐、乔还有林3家联合注资成立了一家芯片发行公司，这家公司背后还有宋家的支持。赵岩，难怪他们会先对谢家出手，看来是想抢走顾家的芯片市场。这才符合宋明洛的手段。我们顾家70%的资金都投在芯片市场，一旦被抢走，那等待顾家的便是破产。不过这芯片市场不是谁想抢走就能抢走。明洛，这位是我们实验室的郭副所长。郭所长好。宋小姐客气了，我们惊鸿芯片呢和宋家合作，可谓是强强联手啊。哪里是我们的荣幸，我们还郭所长，有一些不相干的人来了，我先去处理一下，晚点我们再洽谈签约事宜。好，宋小姐先忙。顾昭言，没想过我会来吧？我说过，之前的那次商业围剿根本就不算什么，
拿下惊鸿芯片的唯一代理商，才是我唯一的目的。就凭宋家，你们根本没这个资格。你说的没错，原本宋家确实没有资格，可是现在明远已经成为了惊鸿实验室的重要科研人员，更是郭所长的亲传弟子。江明远，你别忘了，你能有今天靠的是谁？如果没有顾家的资助，你连站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。我承认，是顾家给了我这次机会，但是顾少爷却一直打压我，他嫉妒我的学业，嫉妒我的才华。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惊鸿芯片的代理商。别人不知道，你自己心里也不清楚。读研明还有进入实验室的机会，这些你是怎么得到的？自然是因为明远的努力。顾昭言，你竟然还妄想重伤明远！明远还没灭呢，还能站出来叫嚣啊？顾昭言，从今以后顾家将名存实亡，一个亏损70%的顾家，还妄想制裁我们3家？你们就这么确定惊鸿芯片代理商的名额最后会落在宋家头上？难不成还能是你们顾家？我告诉你，明远呢已经得到了郭所长的青睐，今天明远说了算。我看未必。而且，你们口中的郭所长根本没这个资格。顾少爷，你竟敢对郭所长不敬！明远，怎么回事？老师，今天实验室里闯进来几个跳梁小丑，我看不如早点把他们赶出去。把我赶出去？你们没这个资格。叶老，刚收到消息，顾先生已经去了实验室。很好，我们也抓紧时间去。我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年轻人。顾昭言，你以为你是谁，敢这么对郭所长说话？郭所长可是师从大夏芯片第一人，别说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豪门少爷，哪怕你是顶级世家家主，见到郭所长也得恭恭敬敬的尊称一声郭老师。这是顾家的人？对，就是顾家那个嚣张跋扈的少爷。顾家呀，原本是我们实验室考虑的合作方之一，不过现在你们的资格被取消了。凭什么？顾家和实验室有多年的密切合作，你一句话说取消就取消？我说取消就取消，你们的所作所为我已经知道。导演，你作为顾家的继承人，却因为嫉妒明远天赋才华，对其处处打压，险些呀，害得我大夏芯片领域损失了一位天子。这样的人品秉性，没资格成为我的代理商。如果你们实验室都是你这种庸才，那我想就没必要再合作了。你敢说我是庸才？顾昭言，我够了，敢辱骂我的老师！你应该搞清楚，凭你一个副所长，在这实验室不可能一手遮天。你们2个现在赶紧给郭所长道歉。给他道歉，他也配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我们是受叶惊天之邀而来，你们没这个资格。啊！叶惊天，郭所长，他只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，除了顾家少爷的身份，别无其他。连我们3个都看不上的人，还敢妄议叶老？顾昭言，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人了？昭言，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轮得到你乱来？我再说一次，我和昭言的确是受叶惊天老先生之邀而来。老师，叶老先生马上就要接管实验室了，现在有2个跳梁小丑在这里捣乱，不如把他们拿下，说不定能讨得叶老先生欢心啊。之前老师一直对我很冷淡，如今他接管了实验室，要是能讨好他，的确很重要。顾昭言，谢明义，敢对叶老先生不敬，那就是对大夏所有的科研人员不敬。提他名字就是不敬，那你就问他，他本人是不是这么想？
实不相瞒，我就是抢走了你的论文，甚至从你资助我时，我就想好，毁了你的一切，夺走你的女儿，灭了你的家族。大少爷，我只是劝你做人务实一点，低调一些。你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顾昭言，你别一错再错。放肆！来人！把他们都扔出实验室！就凭你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！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喂，曹老头，你他妈谁呀？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老师，您这是……闭嘴！老师，你还真教了个好学生啊！哎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也敢训我老师？说了，给我闭嘴！老师，您怎么提前来了？老师，难道他就是叶老？我不回来，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你把实验室毁了吗？晚辈见过师爷，师爷是这个人，他今天大闹实验室，还对您出言不逊，我和老师正要教训他。顾昭言，我看你今天死不死？顾逍遥，我来晚了。叶老，客气了。顾逍遥，我来晚了。叶老，客气了。为什么叶老先生对顾昭言这么客气？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。你稍等一下，我处理点事儿。谁是江明远？明远，快去啊！能被叶老先生看中的人不多。师爷，我是江明远，郭所长是我的老师。这个论文是你写的吗？明洛，没想到这明远写的论文还能被叶老给关注了。明远得了叶老的青睐，那宋家代理商的位置可不就坐稳了？明远的前途不可限量。明远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哎，没错，老师。明远的论文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。蛇术一谋。说实话，你确定这篇论文是你指导的？没错。明远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老师确实在我的论文上有些指点。哎，老师，您看学生我指导这篇论文那个还够吗？有没有什么内容还需要补充？闭嘴！我怎么会有你这样厚颜无耻的学生？你还指导这篇论文？你有资格吗？还有你，真以为偷来的东西就真是你的吗？偷来的东西，什么意思啊？别人不知道，你自己心里也不清楚。读研名额，还有进入实验室的机会，这些你是怎么得到的？难道顾昭言早就知道？不，师爷，这篇论文真的是我写的，我……闭嘴！没资格叫我师爷。这篇论文3个月之前我就看过，而他的作者并不是江明远。老师，您的意思是江明远的论文是偷了您的？哎，我记得郭所长曾经说过，这篇论文的知识高度难以想象。这样看来，也只有可能是叶老的作品了。明远，你怎么能偷叶老的作品呢？这个作者也不是我。不可能，老师，这论文我看过，这当今芯片领域内除了您，没人能写出这样的内容啊！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这篇论文的作者就是顾昭言、顾小友。什么？不是他！你凭什么说是他？1年前，顾小友就把这个论文的课题拿给我看了。1年来，有关论文的会议录音、草稿文档以及各方调研的实验数据，我们都有留存。你要看看吧？江明远，你可以偷走我的论文，但它存在于世上的痕迹，
你是永远没有办法偷走。叶老先生，这篇论文的作者真的是顾兆言吗？我一把年纪了，绝不会乱说。今天我就要以身家性命为顾兆言担保。好啊，你这个畜生，你敢骗老子！明洛，不是这样的，你要相信我，他们肯定认识，所以才互相偏袒。所以，你手里有初代文稿，有会议录音，有各项调研的实验数据吗？我回答我，回答我！明洛，难道连你也不愿意相信我吗？如果在这世界上，连你也不再相信我，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哎，谁也别给我拦他！一出现问题就要死要活的，他敢吗？他敢去死吗？叶老，签约的事情，我等下派人来跟您对接。行啊，回去以后你早点休息。放心吧，实验室里这些蛀虫会被全世界封杀的。江明远，你以为我没有足够的证据就来找你？江明远，你涉嫌学术抄袭、学术造假、挪用公款以及蓄意谋杀等诸多罪名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哎，警官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学术造假和论文抄袭的事情我们知道，可是这挪用公款和蓄意谋杀怎么可能呢？明洛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你得帮明远说话呀。这2项罪名要是扣到他头上，他下半辈子就完了。警察同志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江明远他只是抄袭和偷盗了别人的论文而已。你是宋明洛吗？是我。这是江明远伪造你的公章后挪用的宋家公款，共计873万。宋小姐，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江明远，明洛，我错了，都怪我，是我没有遭受住那些诱惑。明洛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。你也没想到吧？你放弃一切都要在一起的男人，却用着你的钱，在外面养着2个情人。所以，那2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你实验室的学姐，对吗？就算挪用公款的罪名成立，那蓄意谋杀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明远只是一时糊涂，犯了一些错误而已啊。我们也不相信从小就善良的明远会杀什么人啊。你们几个骂你们脑残，那都是抬举你们。这么一个品行卑劣的人，你们到现在竟然还无脑维护他。反正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的话，我们是不会让你把明远带走的。证据我没有。证据我没有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顾先生不会游泳，这是你们和江明远都知道的事，所以江明远此举无异于蓄意谋杀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天我明明……我都做了什么？而且江明远所做的事儿不仅如此，江明远曾擅自破坏顾先生汽车的刹车，致使顾先生发生意外，险些丧命。是江明远生日那天，我突然在晚上接到赵岩的电话，可是赵岩说那是他自己出的意外啊，我还以为是赵岩想故意引起我们注意呢。那时候赵岩一个人得多崩溃啊！他是个人吗？你居然想要杀害赵岩！江明远，你到底骗了我们多少次？你总说赵岩他嫉妒你，
他对你不好，给你使绊子，可是这件事情怎么解释？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们。他可是你的恩人，你这样做，良心不会痛吗？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东窗事发了，就想着把所有的事推到我一个人身上。我承认，我不止一次想杀了顾昭言，因为我觉得不公平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们一样大，他生来就得富饶人家，还有那么多的青梅竹马？凭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喜欢他，还那么有才华？我不甘心，我就是想毁了他的一切。我想成为他，我想看他永远深陷泥潭。你疯了！你他妈最没有资格说我！你现在装什么好人？你一边享受着顾昭言的爱，一边又和我暧昧不清。现在他选择了别人，你又开始觉得心里不平衡了。你真觉得自己是什么好人吗？当顾昭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夏明，你还在执迷不悟，造成惊天一切的人是你自己。青堂，你们当初说过什么？为了我跟明洛，你们会去纠缠着顾昭言，让他觉得你们还爱他。还有你，一秋，你自己说过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你说你什么都不要，只要我每个月抽出几天时间去陪你。表面上情同姐妹，背地里却只想着互相背刺。唐若燕，你背后怎么议论他们？你说宋明洛就是个恋爱脑，迟早被我拿捏。林清堂只会跟在宋明洛的背后叫姐姐，而乔一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绿茶婊。闭嘴，够了！带走，赶紧把他给我带走！江明远，你犯下的罪，我会代表宋氏追究到底。你对昭言做出的伤害，一定会100倍偿还。宋小姐，你管好自己公司公款的事情就好。我老公受的委屈，我会亲自帮他解决。昭言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他真面目居然那么的恶毒，我也不知道他对你做过的那些事情。所以你现在是想上演深情戏码？昭言，以前是我被宋冷骗了，所以你才一气之下选择了他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就不爱他，你还爱着我的，对不对？宋小姐，我记得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不过如果你忘了，那我就再重复一遍。从今天起，我顾昭言跟你宋明洛之间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是贫穷是富贵，我们都再无瓜葛。你我之间留下的只有恨。即便有一天突发意外横死街头，我也不需要你宋明洛为我收拾。昭言，我们少爷，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。老婆，你老公我今天表现怎么样？表现的非常好。晚上想吃什么？奖励你。还差一口。开来。
你凭什么得到完美的结局？凭什么又收获了大家的爱？张岩，解读永恒与不朽的作碑，如钻石生辉无瑕的完美，偏偏易碎跌落成灰，满身狼狈，何必假作谦卑？要如何汲取永恒与不朽的作碑？如油画才会分虚冷虚伪，谁来奉陪？眼神交汇，你我同醉，已无路可退。张岩。江明远涉嫌蓄意谋杀，判处入小黑屋25年。谢谢你啊，从始至终，从未想过离开我。张元，张元去哪了？你看见他了吗？我就是想来通知你，刚才顾先生急匆匆的就出去了，我们拦都拦不住。宋氏集团已抛售全部股份，将所有钱款捐赠于红十字会。宋氏集团前任继承人宋明洛将于今日出国深造。顾昭言，你又一次抛弃我了吗？儿子，这是你要的东西。麻烦了妈，专门为我跑一趟。这段时间啊，明姨可是日夜不离的守着你，无论如何也要把我儿媳妇给我带回来。放心吧。对了，你爸已经强行收购了那4家，那些人今天会离开，永远不会再回到国内。不是，谢明义呢？啊，谢小姐听说你走了，这就哭着离开了。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明义，不好意思。明义，谢明义。明义，你怎么哭了？你不是走了吗？那你还回来干什么？穿得跟花孔雀似的。我妈说想我了，给我送身新衣服。不好看吗？多正式。那你这么难过啊？你怎么没走？你刷我医保卡，你得赔我。钱我是没有，人你可以带走。谁稀罕？明义，不论往事，昭言，欲或今生，我都永远爱你。 그 끝은 항상 너인 걸. 'Cause I'm falling.